岳长老，这第二狱试炼的内容是什么？不急，眼下我有几个问题，想要先问一下云姑娘。问她？不应该考的是我吗？岳长老，你有什么问题，就请说吧。传靠岸了，我们上岸再说吧。吞下去。岳长老，你干什么？你喂他吃了什么？毒药。什么？解此剧毒，正是子羽大人需要闯过的第二狱试炼。这么冷，走。此毒药名为食心之月，第二狱试炼，闯关者必须在毒发之前制作出解药，否则中毒者会受尽折磨而死。多久发作？可能是3天，也可能是1个月，看你能不能找出所中之毒究竟是何物了。这里是月宫收藏的所有毒谱和医书，可以随时供你查阅。于公子天资聪颖，相信一定可以参破食心之月的奥秘。怎么了，云姑娘？我没事。书架下方专研体内痛症，中间则是体外伤症，最上层是毒症以及配毒解毒之法。这关于毒症的书籍这么多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岳长老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出于交情，我提示了你这里的藏书分门别类，已经替公子节省不少时间了。再多说下去，就真有舞弊之嫌了。岳长老，那你告诉我，这食心之月到底是寒毒还是热毒？我不如直接把解药给你。既为试炼，那说明这任务必定可以完成。然而，这里有这么多书籍，绝无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看完，所以也绝无可能是短期烈性毒药。起码得让试炼者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和配置出解药，所以那就是慢性毒药。慢性毒药，
慢性毒药，这里，对吧，岳长老？阿元，岳长老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：在服用百草萃的情况之下，若是再吃了10月，还会中毒吗？百草萃对10月无效。你若是吃了10月，也一样会中毒。山脉被风吹落成沙，河流带我回家回家。天上云不说话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还好吗？云哭了就变成晚霞，看天空开出了花。云和你能遇见吗？每朵浪花都在问他，大地中会长出一双翅膀带我翱翔，与你不一样，你们总是对我讲，而我心上有一点光。公子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吗？可能我研究解药太过于忘我，没休息好。为什么要骗我？别生气，我只是为了尽快通过钓鱼试炼。毕竟，只有了解到最真实、最直接的中毒感受，才可以尽快研制出解药。我什么都……你还在撒谎！对不起。值得吗？当然值得。你是我最重要的人。以后不准再骗我了。不管发生任何事，我们一起商量，一起决定，不要再一个人逞强了，好吗？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。就算做了错事，做了傻事，你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甚至可以用刀杀我，
但是，我绝对不会再骗你了。那你呢？什么？你会骗我吗？我对公子绝无二情。公子手脚的麻痹都好了。好了，你也不咳血了吧？恭喜云姑娘，恭喜知人大人。你刚才叫他执刃大人？是的，于公子成功通过试炼，在我心中，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知人了。所以，公子已经解了我们身上的实心之约。没有。你还记得岳长老跟我们提过3味最重要的药材吗？吴姜、须臾草、睫毛。这是岳长老在跟我们玩藏头诗呢。藏头诗，无需解，无需解。没错，实心之月的毒根本不需要解。曾经执刃大人第一天就脱口而出，说实心之月是无解之毒。我当时还吓了一跳，想说，执刃大人未免也太过天资过人，能够解开无解之毒，才是挑战。现在才明白，当初岳长老说的无解，不是无法解，而是无需解。半月之影会让你们全身像被烈火灼烧，如果迟迟不解，烈毒就会攻心，就无药可救。所以我吃下的根本不是毒药。不但不是毒药，而是一剂非常珍贵的补药。这也是百草萃对于实心之月无效的原因。没错，实心之月在服下后虽会让身体感到痛苦，但只要能熬过去，所有中毒症状都可以自行消除。这是撕掉的那一页，其实知人大人猜得很对，里面确实有苦心草。实心之月其为烈性补药，服用后可使内力大增，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，初服会有损益现象。根据服用者内功心法不同，而引起体感燥热或者酷寒，伴随为内力隐弱，手腕血管处出现淤血，心肺受灼，而立即现身痛。
继而咳血。后为手足僵直，与血向手臂呈黑线状蔓延，并伴随五脏六腑痉挛剧痛，进而四肢麻痹。真是杀敌1000，自损800的。执刃的身法、内功都精进了，过奖了。多谢云姑娘。时星之月已解，我们俩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回前山了。执刃大人还不能走。为何？执刃大人闯过第1关的时候，是不是学了一套符血三式的刀法？是啊，当时还骗我，说刀法秘籍在寒冰池底，要我去捞呢。第1关虽说考验内力，但传授符血三式才是目的。只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力作为支撑，是无法学会符血三式的。同样，时星之月看似考验的是制毒解毒的本领，但关键目的还是为了让闯关者的内功突飞猛进，以便掌握更高深的宫门刀法。你也有刀法要传授给我？朔月起手，望月缠斗，残月收割，听起来还蛮厉害的。所以，云姑娘就先回前山，带回执刃已经通关的好消息吧。阿云，你怎么哭了？云姑娘应该是舍不得跟你分开吧。你先回去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万千相思万千绪，不出西阁平言说。那我在雨宫等你。等我回来。斩月三式，即朔月、小望月和残月。朔月，起手制敌，刀气无形，去势无踪，只攻不守，刀作偏锋。云雾千里，望月东川，不止风息，无破无斩。小望月为缠斗招式，持久消耗，一勾一画，论引刀锋，做到动静相并，滴水不漏。残月寒沙，心火触境，入不留形，心随神动，神形合一。最后一式，残月。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赶紧出发吧。这是什么？朔月西万定，望月经气海，残月重归元，斩月神子生。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斩月三式刀法心得。我和宫尚觉打斗太激烈，刀有些卷了，
突然想到父亲的书房有一块上好的底石，所以来找，却在底石下面找到了这个锦囊。看来冥冥之中，老执人一直护佑着你呢。子羽，姨娘，我刚从祠堂回来，听闻你们半夜炸了地牢救云为山的事，这宫门上下都乱成了一团。子羽，为了云为山，值得吗？姨娘，我不愿骗你，但此刻还不能跟你说实话。待之后，我再全部告诉姨娘，好吗？你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了。你既不愿说，我自然不会勉强。你们父子俩真像。是吗？等你从后山回来，姨娘也有话对你说。也是此刻不能说的话吗？行，那等我归来，一定找姨娘好好聊一聊。像小时候那样，吃着糖葫芦，跟姨娘有说不尽的话。说实话，确实好久没吃到姨娘做的糖葫芦了。你馋了吧？姨娘给你准备好，等你回来就能吃到。好，果然姨娘最疼我。我走了。保重。你也是。静凡，你这风筝真管用。不是说很急才能找我吗？急啊，当然急，不急怎么会找你呢？要不是你，我都来不了后山。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是我带你来的。知道了。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记住，你的右边是祠堂，左边才是公子羽失恋的地方。你可千万不要走错了，打扰祖宗清静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既重要之人，诸无双之人。当初绝公子失恋之时，是谁治的失恋？他的手下，金驸马，另有其人。你中毒了，谁伤了你？无极夫人，我已服下百草萃，可
尸毒还没有完全解除。我去找他。岳长老，他不在房里，我已经找过了。下人说，他拿着一堆明制蜡烛出门了。那我试试。如果我解不了，那就只能去求另外一个人了。子羽和金凡今天已经进了花宫。右边是祠堂，左边是公子羽失恋的地方。左边，慢点，是。金凡，时任大人，准备好了就随时开始吧。大家还在金山等你。这刀我是不会出的。不，你必须出。这是你的使命。我也有我的使命。这是你的命。你清醒一点。什么？为了公子逐出无双之人，我愿意牺牲。可我不愿意。你必须愿意。只有铸成这把刀，你才能当上宫门之人。那你告诉我，祖宗定下这荒唐的试炼，到底是为了试炼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祖宗立下这样的规矩，必然有他们的深意。或许，他们认为，只有为了达成目标，对己对人足够残酷、足够坚定之人，才能够当好宫门的领导者。我并不认同。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当上之人，带领整个宫门走不一样的路。怎么了？被鬼追了？怎么了？武姬夫人死了，救她！快救她！武姬夫人还活着。武姬夫人，武姬夫人！浩公子，祠堂里搜到一个人。
苦。